在所有的宠物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宠物鸟哦，它们既活泼可爱，而且语色也相当的鲜艳，也是少数会学人说话的宠物种类。最近有很多鸟宝宝诞生，很多人看到这些可爱的鸟宝宝水汪汪的大眼睛，就会觉得非常心动。不过，鸟儿真的像网络影片那样乖巧又会说话吗？在选择养什么鹦鹉之前，我强烈建议各位可以先把这支影片从头看到尾。看完了今天的这部影片给准鸟奴们的10个忠告之后呢，再来决定再审慎的评估要不要养宠物鸟。真的可以接受鸟儿的缺点，再饲养才比较不会后悔哦。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鹦鹉小木屋，我是 Jack。如果你即将成为养鸟人，我会给你什么样的忠告呢？第一，抗压能力。鸟类习惯用各种行为语言来去告诉饲主他们想要表达的事情。没有养鸟的人可能会以为鸟真的有这么聪明吗？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养过鸟的人可能就会非常的有共鸣了。你有被家里的鸟宝咬过吗？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恭喜你，因为90%以上的人都有被鸟咬过。鸟透过咬人来去传达讯息，可能是表达情绪，又或者是在发泄精力，例如肚子饿、想要鸟奴陪玩、生气等等。所以养鸟之前一定要有会被咬的心理准备。对于这种高智商的宠物，务必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不只是咬人，还有一个是大叫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开心、紧张、无聊，甚至不安等等情绪，这些都是鸟宝和我们的沟通方式。当然，这些比较偏激行为的问题，都是有办法透过训练来去减缓的。但是在你学会怎么训练鹦鹉之前，我给你的第一个忠告，抗压能力，就是要先送给各位的重点啦。第二，抛开洁癖。在你选择要养什么鸟之前，各位可以先问问自己，会不会怕鸟的排泄物？鸟类的消化系统特殊，排泄物的水分高之外，平均每10分钟就会排便一次。特别是西密鹦鹉、横斑鹦鹉这2个鸟种，粪便的水分也会比较多，需要比其他的鹦鹉更常清洁环境。但是并不是只有这2种鹦鹉一定会很常接触到排泄物哦，是我们养鸟之后每天都会接触到。日常的清理、打扫、食盆、笼子等等都有可能沾染秽物，所以如果你有洁癖又想要养鸟的话，我给你的唯一忠告就是抛开你的洁癖吧。第三，心理准备。我们常提到把鸟当作家人，我们要用全心全意的爱去照顾它。不过，为什么我要给你这个忠告呢？因为我看过太多鸟走丢的案例了。不过，很多人养鸟之前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心理准备。鸟一飞走之后，就会惊慌失措，紧张的嚎啕大哭，没有办法冷静的找鸟。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从养鸟的那一刻起，就先有这个心理准备，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注意各种隐藏飞走的危险，在开关笼子或是放风的时候，也才都会更加谨慎。题外话，有些人比较担心鸟会飞走的危险，所以会使用剪语的方式，也帮各位科普一下。剪语就像是剪头发一样，修剪鹦鹉的初级飞行语，让鹦鹉飞行的时候是在我们可控制的范围。而剪语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如果你的剪语是为了防止鸟宝飞失的话，我要跟各位说啊，其实剪语还是有可能有飞失的可能性哦。可能鸟宝在家因为空间熟悉的缘故，不太喜欢飞，或者是都习惯飞得很低。不过踏出家门会遇到许多突发的状况，例如风向，或者是最常见的鸟宝如果受到一些惊吓，它们是非常有可能顺着风飞走的。而且剪羽的鸟宝，它也因为它们飞不高，飞失比没有剪羽的鸟宝更危险，比较容易被野猫野狗攻击。总而言之，我们在养鸟的时候，就是要随时保持这种谨慎的心理状态。遇到任何没有遇过的问题的时候，也比较能够冷静的处理哦。第四，保护训练。大家在听到训练这2个字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直觉反应就是认为像是马戏团那种表演性质的训练。
再加上呢，现在大家养鸟几乎都是因为宠物讨喜的外表还有个性来去饲养，所以大多数的人会不喜欢去做训练的互动。但是我在第4点要给各位的忠告就是，有时候训练也是一种保护。为什么呢？承接上一点讲的飞走的可能性，很多传统用笼子养的鹦鹉，它一到了笼子外面，看见天空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几率振翅高飞。即便在室内，它再怎么黏你，跟你再怎么亲近，因为它们第一次在开阔的空间当中飞翔，不会控制自己的飞行能力，外面的噪音、气流等等，都会让鹦鹉感觉到非常的害怕，所以通常一飞出去，怎么叫都叫不回来。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有做一些基本的叫飞训练，尤其是室外细绳的叫飞训练，一来我们可以让鹦鹉它们练习和室外的气流和平相处，增加它们使用飞行本能的运动量，也能够让鹦鹉听得懂你的指令。二来，当鹦鹉有一天真的不小心飞出窗外，我们做好基础的训练，也能够让鹦鹉更稳定的知道主人的方向。哨子一吹，鸟就回到你的身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型训练哦。第5，鸟的医疗。动物因为不像人类有健保，所以说看医生的费用一定会比人类高上许多。而鸟类在兽医界呢，算是非常特殊的特宠，简单来说就是非犬猫的宠物，因此有帮鸟类看诊的医院比较难找，目前也没有提供夜间急诊的特宠医院。此外，其他犬猫兽医院的医疗技术啦、器材啦、仪器啊，都跟鸟类适用的不大相同，所以鸟类送犬猫兽物医院急诊，往往都没有办法得到最妥善的急救。因此，在养鸟之前，我会建议大家要有鸟医院的口袋名单，自己家附近哪里有鸟医院，或者是家里需要备一些什么常备药，遇到一些紧急危险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及时的处理。在养鸟之前，也一定要做足功课。鸟的医疗往往是我们养鸟之前最容易忽视的重点哦。第6，时间杀手。如果说希望鸟宝一直跟你很亲近，长时间的陪伴非常的重要。鸟宝如果没有长时间的陪伴，很容易野掉，也就是不再亲近人，甚至怕人。在养鸟之前，我们可能没有想到养鸟会花掉我们这么多的时间，而且这些时间又是必定会要用掉的。缺乏陪伴的鸟，除了有野掉的可能性之外，也有可能会咬毛。咬毛是非常难根除的问题。如果怕鹦鹉咬毛，有些人会选择多养一只，而养2只以上的话，有同伴可以互相陪伴，咬毛的几率就会比较降低，但是会比单独养一只野掉的速度来得更快。毕竟当鸟宝它们有同伴之后啊，跟饲主的陪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总而言之，第6个忠告就是要呼吁，宠物鸟就是时间杀手，这是毋庸置疑的哦。第7，翻脸的鸟。换羽期和发情期是鸟宝特别敏感的时期，发情期体内荷尔蒙会变化，因此鸟宝在这2个时期脾气都会变得比较暴躁一些。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以为鸟宝本身脾气不好不乖，所以说如果家里的鸟宝正在经历换羽期或者是发情期这2个时期，需要鸟奴多点包容和耐心。在养鸟之前，很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有这种翻脸的敏感时期。如果你已经有养鸟的话，也建议你可以多多注意这个阶段的鸟宝哦。第8，濒临崩溃。大家都有听过人青春期会有一段叛逆期，但各位准鸟奴们，知道鸟其实也有叛逆期吗？根据鸟种、体质以及基因呢，它们的叛逆期都会坐落在不同的时期。小型的鹦鹉大约35天到5个月之间会有经历第一次的叛逆期，而大型的鹦鹉则是大约坐落在8个月到1岁半左右。第一次是从幼鸟要准备换成成鸟的时期，这个时期鸟宝会经历鸟生第一次的大换羽，要把雏鸟的羽毛换成成鸟的羽毛。许多鸟宝经历这个第一次的大换羽，毛色会变得非常的艳丽。这个时期也是鸟宝第一次的叛逆期，鸟宝它就会慢慢开始有自我意识，自身的个性也会越来越明显。第2次则是成鸟到性成熟之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它们的体内荷尔蒙会产生巨量的变化，
因此也是鸟宝它们身心最容易失衡的时期，也会像是濒临崩溃一般，觉得非常浑身不自在。过了这2个叛逆期，鸟宝的身心就会逐渐的越来越成熟，脾气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叛逆期的这个重点，我认为十分的重要，各位准鸟奴也赶快拿笔记记下吧。第9，鸟会记仇。记仇是比较拟人化的讲法啦。其实鸟类的记仇就是它被一个事物惊吓到了。鸟类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得多，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哦。鸟奴如果出远门很多天没有陪伴鸟宝，鸟宝也是有可能会生闷气，或者是说我们带新的鸟宝回家，旧的鸟也是有可能会吃醋的。如果我们从零开始养鹦鹉，除了要照顾好它们的饮食、它们的环境、心理状况的维护，也是我会想要给准鸟奴的忠告。因此，如果发现家中鸟宝有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多陪陪它，哄哄它，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转移鸟宝的注意力，都会是相当不错的做法哦。第10点，坑坑洞洞。这一点绝对是所有养大型鹦鹉鸟奴的噩梦啦。虽然小型鹦鹉也有可能会搞破坏，但是破坏力绝对不及大型鹦鹉的咬合力。曾经看到社团的鸟友当中分享家中的巴丹把电视啃坏，也有人曾经分享家里的遥控器根本就是日抛型的，木质的家具也会变得残破不堪。养大型的鹦鹉，除了家里的空间需要够大，隔音要好，耳膜也要够厚以外，有些人也开玩笑的说，你还要准备足够的资金，准备换家具啦。大型的鹦鹉互动性好，寿命长，智商较高，外表也非常的漂亮，但是饲养起来真的不轻松，医疗的费用也会比其他小型鹦鹉来得高，而且灰鹰折鬃巴丹它们也是中大型鹦鹉当中咬毛比较容易好发的鸟种，因此正在考虑饲养大型鹦鹉的准鸟奴们，可以再三思，确定它们造成破坏家里的这个程度你是可以接受的，再饲养才比较不会后悔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鸟宝真的很可爱又很漂亮，带出门常常会吸引路人的目光。新闻、社群网站也常常看到鸟友分享家里的鹦鹉耍宝、学人说话、唱歌跳舞等等。当我们看到这些可爱的影片之后，真的是很难让人不抱一只鸟宝回家疼爱。但是养鸟真的没有荧幕面前那么样的光鲜亮丽，那么样的美好。外表活泼可爱的鸟，其实也是有非常多令人困扰的缺点，例如前面讲到的咬人与大叫问题。许多人一开始看到鸟宝可爱，或者是鸟友们的鸟宝很乖很会说话，觉得有趣就带回家了。结果带回家后发现鸟宝都会咬人、咬家具，而且还很吵。鸟宝正在经历换羽期或者是发情期，脾气变得暴躁，就会觉得鸟变坏了。或是养了之后没有时间陪伴，鸟宝咬毛了，外观变得不漂亮，进而萌生想要弃养的念头。任意弃养、换主人都会对鸟宝的心理打击很大。所以说，在饲养之前，要先确定这些缺点都可以接受，再进行饲养，千万不要弃养哦。看完今天10个忠告之后，无法接受这些缺点也没有关系，各位可以去逛逛鸟店或者是去参加鸟聚鸟展看看鸟友们的鸟宝，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鹦鹉小木的频道，并且帮我按赞分享，别忘了追踪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看看鸟宝们的生活动态。我是 Jack，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You